夏威夷，有不少朋友去那里度假，你去过哪个岛屿？属于美国夏威夷州的有8个主要岛屿，游客能去的有6个，另外的2个岛，一个是私人的，一个无人居住。但是作为夏威夷群岛，它有大大小小的100多个岛屿。夏威夷都是火山岛，踏上夏威夷，脚下就是黑色的火山熔岩。这里的原住民给熔岩起名字，是按照他们赤脚踩在上面的感觉，自己自然叫出来的声音。你听，这种玻璃质尖利的熔岩踩上去就啊啊，被扎了一下的声音，这个熔岩啊就叫啊啊。这种光滑的带硬壳的整状熔岩叫做 Pohehi， 因为一不小心踩破了壳，就卡在脚腕上，疼啊 Pohehi。 上一期视频洛杉矶的陈县，在那里讲过海洋的洋鞘是从中心的洋中脊生长出来，洋鞘向两边生长，离洋中脊越远，岩层越老。洋鞘碰到陆鞘后，在俯冲带插下去，挤成山脉，相互生成转化。洋中脊是从地幔涌出来的一条条热线条带，而夏威夷的一座座火山是由一个热点形成的。在太平洋板块之下，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热点从地幔冒上来，地下岩浆房里是融化的岩浆 magma， 喷出地面的岩浆叫做熔岩 lava。 热点里的岩浆喷出来的熔岩形成新的火山洋鞘。这个喷发的热点是相对固定不动的，而在上面形成的火山，它随着向外移动的洋鞘，就像传送带一样，把新长成的岛屿向西北方向推送。看着有点像变戏法，地幔热点像挤丸子一样，把挤出来的一个一个火山让传送带送出去。在这个传送带上呢，就变成了一串珍珠项链。这条项链上的岛屿远离热点之后，就变成了死火山，被风化剥湿，沉入海底。卫星拍摄的水下地形图可以看到，这一串岛屿一直连到日本的外海。这就是地球上最美的海底景观——夏威夷海岭帝王海山链 The Hawaiian Range Empire Seamount Chain。 现在的夏威夷大岛正是坐在这个地幔热点上的热锅，熔岩翻滚。而靠近日本的西北角上最老的海链，沉没在海底的死火山，有45个100万年的岛龄。要记住，地质年代是以100万年为单位的。它们距离今天的夏威夷有2200英里，就是说，从热点生出来，在4500万年里行走了2200英里。这样你就能算出来太平洋板块生成的速度了。属于美国夏威夷州的这几个岛屿，西边最老的尼河岛、考爱岛形成于500万年前，欧胡岛300万年，毛伊岛100多万年，目前还在生长的夏威夷大岛出生不到70万年。夏威夷大岛目前正在移出热点，它会像其他几个岛屿一样，熔岩不再流淌，沃土渐渐形成。现在你应该知道了，夏威夷大岛离开热点之后会发生什么？当然是新的岛屿诞生。有了现代科技，我们何其幸运，在有生之年见证了夏威夷婴儿的诞生。距离大岛东海岸大约20英里的地方，正在缓缓冒出一座新的火山，已经给它起了名字，叫做洛伊。洛伊现在以每年1英寸的速度生长。从海下观看，它同样是个巨婴，海底站立3公里。现在距离海面还有900多米，再过几万年就会露出水面，生长成岛了。
洛伊这个新生岛屿不会长得太大，也要被切断脐带，离开生他的母亲。夏威夷的熔岩基本上是黑暗的玄武岩 basalt， 疏松易碎，容易侵蚀。作为夏威夷首府的奥胡岛，曾经有很大的一块区域崩裂断开，散入海底。地球就是这样运行的，一边是火山新生，一边是崖断沙流，平衡制约。夏威夷海山类就像一幅人生壁画，从胚胎出生、生长成熟、离家出走、盛年、衰落到终老入土。